台湾漫画界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。我一直在进修自己，升级自己，我独自升级。谢谢。帮邻邦打个广告。大家好，这里是 A 漫出去玩，我是小编猪猪。从溜滑梯下来的原因是，我们今天来拜访，就是台湾漫画界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，有点像就是粉丝去见偶像的感觉。因为我从很久以前就有在看他的作品。那这位作家到底是谁？我们先卖个关子，等等大家就知道了。Go！ 哎 ，Hello。谢东林老师，欢迎！在脸书上看过你的很多的作品，谢谢，我个人都很喜欢。有按赞吗？有追踪吗？有买书吗？抓包。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是有漫画创作的天分？其实小时候就开始喜欢画画、涂鸦，然后小时候也画过一些4格漫画。可是那个时候也不是真的想要把这个东西当饭吃，是后来到了念广告设计科才发现，自己的绘画才华好像有那么一点点还可以看的程度，但真的开始画漫画的时候，其实是到广告公司后期的时候，我自己放假下班的时候在网络上画。如果要论漫画启蒙的话，就是小叮当。那现在的小朋友不知道什么是小叮当，我还知道。哆啦 A 梦这个作品呢，就是打开我的想象力的开关，然后让我觉得就是说，原来黑白世界里面可以有这么多有想象力的东西。刚刚我们稍微在聊天的时候，老师有提到说，为了因应放在社群的平台上面，作品有做一些就是小巧思的设计。因为 Facebook 上有好多动态嘛，每个人的动态想要花花绿绿的。那我想说，我的贴文想要脱颖而出的话，它一定要有个醒目的样子。所以我就整篇都是用蓝色来画。那大家滑动态墙的时候呢，就会发现，怎么有一个特别的醒目，社群上的触及率啊，或者是停留率啊，就会比较好。故事的本身有没有就是也是有因应 Facebook 去做特别的更动？有，我的作品常常就是一页就是有一个笑点，这样的话大家就容易去分享。另外一个做法就是说人物的吐槽，我不一定会把它写好写满，可以让读者留言去做那个吐槽，互动率增加，这贴文的曝光率就会提高。其实我是跟着社群成长起来一个漫画。那老师，你的这么多梗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其实是先要有一个主要的剧情大纲，比如说诈骗公司上班，设计了这个主轴之后，一个老实的人要变成诈骗分子，只要你的设定是有很大的反差冲突的，他的那些梗就会源源不绝。所以好的一个 logline 它就是一个创意的开关。我觉得很会画画跟很会画漫画是2个概念。是分镜的训练也是小时候就有，还是到广告公司的时候？其实广告公司是不会教你怎么画漫画分镜，可是我在广告公司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是要怎么样让我的目标对象容易吸收我给出去的资讯。我在设计我的画面视觉动线上，大家看起来会很顺。就比如说文字看完，看图片，然后再看下一格，是有设计过的。那老师每部作品的这个主题发想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在前5年在 LINE Webtoon 上面连载漫画的时候，大部分都是手边想到什么题材，网络上看到什么有趣的事情，我就拿来画。但是跟静文学合作开始，有先做过市场调查，这个漫画要卖的对象不只是看漫画的读者，我们还想要卖给制片公司，目标就是想要做影视化。诈骗是这个主题很受欢迎嘛，杀手啊、爱情啊，或者是民俗题材啊，神明便利商店，像这些都是非常通俗而且热门的元素，所以我才会选择用这些题材去创作。当然会排除一些当今的技术啊，或者是预算啊拍不出来的，比如说超级英雄，或者是需要很多特效的奇幻大陆，像那种就会先排除掉。超乎我的想象感觉已经奏效了，你这个策略。我在诈骗公司上班，有改编音乐剧嘛，然后已经演了好几年，今年也会再演。他也有卖出电视剧的授权。改编一定会有取舍嘛？对，你心痛吗？就是你怎么调试这个差异？我每个作品其实都会先立一些简单的大原则，比如说。有些漫画里面的 CP 不能乱配，或者是神明便利商店因为是神明有关的主题，所以它不可以改编后变得非常腥膻色、下流、脏话。这些大原则先确定之后，
然后再给他们做去改编，会因应他们是什么样的单位而去做不一样的变化。那比如说我在诈骗公司上班的音乐剧后半段的剧情跟结局，其实跟漫画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因为我知道他们的目标对象是老少咸宜，一个比较大众皆宜的结局会比较适合他们的改编，也很有趣，也很好看，所以我可以接受这样的变动。那或者是说神明便利商店它有改编成手游，可爱一点的画风会比较受欢迎，那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专业，所以我就尊重，然后让他们去尝试。这么多角色里面，你有自己最喜欢的角色吗？对我而言，我现在自己最喜欢的角色还是沈元君啊，在我的心中，他就是一个神力无边，然后又正面能量，然后又非常温暖、为人着想的一个角色。如果你们遇到有一些害怕的事情，你们会求哪个神？妈祖啊、耶稣基督啊之类的，对不对？但我最近的话，我会说神元君保护我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他其实已经不只是我自己一个人在相信他，已经有很多的读者都喜欢这个角色。我其实是相信有信就有念，既然这个角色是我设定说，哇，他真的是神通广大，那我就请他来保佑我一下吧。新兴宗教的感觉。希望大家加入神元教，准备来练财了。偷问一下，你的神明是有部分瞄准 BL 圈吗？真的完全没有想这件事情，是大家突然反应很激烈，然后我想说，原来你们喜欢看，就多让他们有一些一起出镜的机会，无心插柳啦。所以你不会有那种怠惰吗？想说，天哪，我真的不想画。会啊，我每天都在想，一定会不想画啊，我也随时做好不画的心理准备。反正我不画，我也活得下去。那我现在画。就是施舍给大家，不是啊，施舍给我自己的一个机会，自我实现嘛。我也算是运气很好。那既然读者愿意赏光，那我就是不要浪费这样的机会。我在诈骗公司上班的时候，读者还留言说，虽然他在生活中遇到诈骗，非常生气，对诈骗恨之入骨，可是他看我的诈骗这个漫画，他就觉得很开心，还是很好笑，他喜欢上这个二次元里面的世界的诈骗，可以让他跨越心中的仇恨，然后爱上我的漫画。好有大爱。经由读者告诉我这件事情，让我更有动力去创作。那创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，比如说灵感上的瓶颈啊？其实瓶颈啊、卡关啊、撞墙啊这种事情天天在发生，只是差别在于说我这一次花了多快的时间把这个结给打开来。比如说我会去做一些戏剧的进修啊、编剧课啊，或买工具书啊，就是我一直在进修自己。升级自己，我独自升级。谢谢，帮邻邦打个广告。邻邦感恩。台湾的 ACG 的受众，大部分还是以日本的动漫产业为主。如果要发展台湾我们自己的 ACG 的这个产业的话，需要怎样的努力？台湾漫画如果按这个历史来看，现在是第3黄金期。第1黄金期是1940到1960，诸葛四郎或者是刘兴清老师的阿三哥大神婆。然后后来遇到了什么呢？政府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个连环漫画的审查，把那个想象力这件事情完全的斩断。怎么样斩断呢？想知道吗？下集待续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。比如说，里面的角色跳起来不可以超过3公尺，动物不可以讲话，机器人啊，里面的科技啊，不可以超越当下1966年那个时候台湾的科技。因为这个审查条例，台湾漫画就蒸发掉。后来为什么又慢慢火起来？就是1987年戒严，出版社都冒出来了，然后很多的人才也都冒出来了。但结束的原因跟一个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绝对离不开的东西有关，就是网路。2000年后网路崛起，然后出版业就雪崩断层，那漫画就是跟着出版业就一起死掉。第3黄金期呢，其实是先从2009年中研院跟民间出版社合作出了一个 CCC 期刊，这个期刊在那个同仁场大家抢着要。到2014年的时候 ，Comico 跟 Line Webtoon 来到了台湾。他们虽然是条漫，但是他们有庞大的资金，邀请了很多台湾的漫画家去他们的平台连载。我的稀有面子就是其中之一，所以我就是那个时候
出道。但要怎么样走到日漫的这个市占率，缺了什么？我们缺了跨域的合作，大部分我们现在会爆红的漫画都需要动画化或者是影视化的加持。这为什么也是我要跟静文学合作的原因？为什么我们要瞄准影视化？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台湾漫画的能见度太低了，一定要用乡镇包围中央的方式，把我的 IP 呢用各种的方式跟不同的读者见面。那老师就是你私底下有什么休闲爱好吗？画漫画以外的？没有，其实从开始画漫画之后，老实讲，我的唯一的兴趣就不见。无论做什么事情，我都会想到，这个好像可以画到漫画里，就很容易还是会回到我的本业上。工作上说是兴趣嘛，好像也没那么有趣，职业伤害实在。那老师下一个想要挑战的题材是什么？其实正在画的题材就是妖怪5星好评啊。台湾妖怪这个题材酝酿是从我画神明便利商店的时候就开始，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有神又有鬼嘛，所以我就开始找台湾妖怪的资料。但是台湾妖怪是一个相对很小众的题材，所以我就想要用一个比较热门的框架来包它。所以我想说用咖啡馆这个模式，然后还有这个邪佞总裁与俏秘书的概念，出现了言情小说的词汇，比较一个通俗的框架带台湾妖怪这个主题。老师对于就是之后一些想要当漫画家的后进有没有一些建议？主要充实2个东西，第一个是说故事的能力，就是你一定要很积极的去把编剧学好。再来另外一个是自媒体，在经营自媒体的过程当中，你会开始去了解，身为一个作者，要把你的商品推到读者的面前的时候，你要用什么样的语言可以勾起大家的兴趣，也会帮助漫画创作上更接近市场。今天就谢谢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，谢谢。感谢。所以老师可以让我们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吗？没问题。而且你是不是有一件事情要拜托老师？哦，我现在讲吗？对啊，现在讲啊，不然明天讲。想要拜托老师，就是帮我们节目画一个吉祥物。没问题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对，等一下就拜托老师。好，没问题。我们现在就是要来一窥老师的工作室了，很想看说就是画出那么多脍炙人口作品的这个工作室到底长怎么样？不要紧张，里面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非常的单纯，非常的简洁到一个无聊的程度。因为一般人的想象，文青的工作桌都会贴一些海报啊，对，放一些公仔啊，我全部都没有。因为我是一个极简主义的人，那像这些书就是平常会很需要用到的书。最近都在做这个妖怪的题材，所以这边会有一些妖怪的参考书。为妖论。再来我自己的作品，并不是因为自恋才放在这边，可能我会想说，我好像想到一个梗。可是怎么好像似曾相识，是不是我曾经用过？哦，要确认一下。对，上面这边也有很多的书。上面的话是比较闲书啦，我看完以后觉得对我而言实用性没有非常的高，所以我就会把它束诸高阁。真的是高阁，物理上的高阁。那我们再回到就是老师的这个工作桌这边，绘图板，然后一个电脑主机，然后另外有一个 iMac 电脑。镜头已经有带到这个，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要请老师帮我们画吉祥物，那老师已经有帮我打好草稿了，已经打好草稿，然后我要开始来把它做描线跟完稿。那是衬衫吗？就是它是像外套？不是衬衫，还以为是只有外套，然后里面没有穿。确实没穿啊，说过。真香。香。接下来就是最后上阴影了，这个是草稿，接下来就是完稿，噔噔，完成。刚刚就是边看老师画边惊叹。领班的高层，如果想要解锁它的其他部分，欢迎付费，准备来练财了。我在诈骗公司上班，这个漫画改编的音乐剧是由果陀剧场来做改编演出，今年已经加演第4次啦，北中南都有哦。在我的漫画最新的连载《妖怪5星好评》在 Mojoin 这个网站上连载，其他的作品呢，神明便利商店啊，或者是流氓书店啊，只要搜寻我的名字，都可以在各大书店通路去找到。请大家多多支持台湾漫画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们。我们一起来支持台湾的漫画。谢谢老师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